大家好，欢迎回到金融致富。这是一个与金融学博士共同成长，也同时是一个希望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唯美的财商成长频道。如果你能遵照我们分享的步骤，我们保证你能领先一步。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频道的节目，请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世界上最大的中餐品牌在全球已经开设了超过2300家分店，数量已经达到肯德基的一半，每年盈利甚至高达30亿美元。然而，这个品牌却公开宣布永远不会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式快餐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以及 Subway 等品牌在全世界广受欢迎，甚至亚洲的其他美食如日本料理、泰国料理和越南河粉也备受全世界喜爱。然而，我们自己最喜欢的中餐却像一位内向腼腆的小朋友，一直没有向世界展示其真正的魅力。我们是否将我们火锅的吃法弄得太高级了，或者蒸面条等制作起来太困难呢？今天我们将重点讨论人们在创业上最热衷从事的事情，就是开餐馆，以及其背后赚钱的秘密是什么。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要赚大钱，餐馆必须提供最美味可口的食物。然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家中餐馆却收到了所有华人的差评，甚至直接被评论为难以下咽的食物。然而，正是这家餐馆教会了西方人如何使用筷子，并使他们爱上了所谓真正的中餐。就连我们所看的《老友记》和其他美剧，只要出现中餐，基本上都是这家餐馆的食物。今天，我们将带你了解这家备受外国人狂热追捧的餐馆——熊猫快餐 Panda Express 及其背后的赚钱秘密，帮助你培养创业思维。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视频了。我们华人普遍认为中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无论是口感还是档次，其他国家都无法媲美，简直秒杀全球所有料理。网上充斥着各种段子来表明中餐在海外的追捧程度。有人开玩笑说，留学生在家里炒个菜，香味都能直接吸引邻居们纷纷敲门要品尝，这根本不是求美食，简直就是抢劫啊！还有很多外国博主整天拍着对中餐的痴迷视频，感觉他们一天不吃中餐就无法生存了。回头一看，我们华人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早在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如何处理各种不同的食材，根据不同的季节，他们能够创造出千变万化的烹饪方式。以鸡蛋为例，滑蛋爽滑，荷包蛋油香，蒸鸡蛋嫩滑，茶叶蛋、卤蛋、咸鸭蛋、皮蛋等各种吃法。当美国人还在啃土豆和吃薯条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用鸡蛋制作出满汉全席般的中餐。在这个关于吃的话题上，我们应该为自己民族感到自豪，挺起胸膛。在国外，中餐馆数量虽然众多，但大部分顾客都是华人，其他种族的顾客相对较少。在许多大城市，如纽约、洛杉矶、温哥华和悉尼，可以经常看到许多熟悉的中餐品牌和地道小吃店，无论是海底捞、梅州东坡还是全聚德，他们让人们能够在海外品尝到家乡的味道。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一些中餐品牌已经在海外扩张，但全球范围内与中餐相关的知名品牌规模始终无法做大。全球有这么多著名的饮食品牌，跟中餐相关的国际大品牌却寥寥无几。大部分的大品牌到了海外，也只能做华人的生意而已。此外，海外的中餐主要以低端路线为主，大多数外国人眼中的中餐只是在美食广场的中餐店里卖的点心和炒饭等。与此同时，同样是亚洲的日本料理在海外却很受欢迎，无论是寿司还是拉面，外国人在这些日本餐厅中却占据了相当程度的比例，就比如米其林打星的基本上都是日本料理。就连越南米粉和泰国菜等亚洲美食都在海外也很受欢迎，尽管他们在文化和烹饪方面都不如中餐，但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市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呢？另外，华人在海外开餐馆的热情非常高。截至2022年，美国的中餐馆数量已经达到了24000家，
超过了麦当劳、肯德基和 Subway 的总和，比公交汽车的车站还要多。然而，大多数开中餐馆的老板的生活并不容易，他们每天早上很早就出门去菜市场购买食材，忙碌到中午才准备开门迎接客人。下午休息时间很短，又要准备晚餐。晚餐结束后还要整理卫生，有时要工作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尽管他们如此勤劳，但中餐馆的海外经营仍然非常的艰难，一旦遇到危机，就很容易会倒闭。例如，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一直备受我们瞩目的中餐品牌全聚德，也是在经营多年之后全线崩塌，最终不得不倒闭，关闭门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中餐馆面临如此艰难的生存状况，而一间名为熊猫快餐的中餐餐馆却可以在美国迅速崛起呢？它有何神奇之处呢？过去由于排华法案与面临语言障碍的影响，许多华人移民海外后，即使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也很难在海外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自己开餐馆谋生。在这其中，有一位名叫程正昌的华人移民，他的经历与其他华人餐馆老板类似。程正昌是江苏扬州人，曾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但仍然是很难找到正式工作，因此他决定开一家餐馆。他向父亲借了一笔钱，又向亲戚借了一些资金，最终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名为聚丰园。起初，程正昌的餐馆生意并不好，即使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0小时，但是却没有赚到什么钱，甚至有时整天没有客人光顾。他的母亲开始在餐馆里求神拜佛烧香，希望能吸引到更多的客户。然而，程正昌意识到不能仅仅依赖运气，这实在是太被动了。于是，他开始反思之前的失败经验。遗憾的是，他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他错误地认为华人餐馆不赚钱，是因为西方人不喜欢中餐，更偏爱日本料理。于是，他计划进军日本料理市场，但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将日本料理开发成功。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事实，即明明许多卖日本料理的餐馆并没有特别的好吃，但是他们只是做对了一件事情而已，那就是专注于西方人市场，直接放弃本土日本市场。加州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个情况。这种寿司卷最初是由一位在加州工作的日本寿司师傅所发明的。他注意到美国人不太习惯吃生鱼片，于是他创造了一种寿司卷，使用牛油果和蟹肉棒作为内馅，并在外面裹上一层假鱼子，看起来非常精致高级。这个创新发明受到美国人的热烈追捧，使加州卷成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寿司代表，甚至还出口转内销，把这个加州卷销售回到了日本。因此，这段经历使程正昌意识到，他应该更加关注本地市场的需求。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餐馆经营策略，决定改变他的目标客群，不再卖给华人，而是转向西方人。他利用当时中国赠送2只大熊猫给美国的机会，将他的餐厅从原来的聚丰园改为 Panda Express， 并将菜单从全中文改为全英文。他还将餐厅从华人区搬到以美国人为主的购物中心，以吸引更多客户。为了吸引顾客，他采取了一项策略，让顾客免费试吃他们的食物。这种占小便宜的特点是全世界人类的一个特点，而这一策略吸引了大量的人流。接下来发生了一个神奇的事情，程正昌发现了美国人喜欢食物的一个通用公式，无论是什么中餐菜式，只要在外面裹上一层淀粉油炸，再加上酸甜的酱汁，弄成高热量的食物，就能让美国人爱不释手。他首先推出了一道陈皮鸡，就是油炸鸡块外面裹上橙子味的蘸料，意外的非常畅销。自从1987年熊猫快餐推出陈皮鸡以来，它立刻引起了美国人对中餐的关注，成为了美国人在中餐厅必点的爆品，甚至有很多美国人去其他中餐厅要求点陈皮鸡。而那些中餐厅老板听完要求后，却一脸茫然，表示从未听说过陈皮鸡是什么。最后，美国人与中餐厅老板你眼看我眼，都表示一脸懵逼，额头上冒上黑人问号。当年陈皮鸡的销量每年都是按吨计算。程正昌意识到，
在海外销售中餐的秘密就是提供双倍高热量的食物，外面裹上酸甜的酱汁，再加上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名字，这才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中餐。除了陈皮鸡之外，熊猫快餐还推出了其他畅销产品，如北京牛肉。难道它的所有的牛肉都是北京运过去的吗？北京人对这道北京特产的牛肉又有什么看法呢？话说北京真的盛产牛肉吗？左宗棠鸡、李鸿章杂碎和上海安格斯牛排等，这些美味让外国人意识到，原来他们吃的不单单是美食，而是享受到了5000年的中国文化。然而，对于我们国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乱七八糟的菜单。一份炒鸡丁居然配的是番茄酱，这口感对于上了年纪的国人来说，简直是无法下咽呀。大部分华人吃完熊猫快餐之后，都在质疑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呢？它的味道也太过甜腻了。让我们来看看华人吃完熊猫快餐后的真实反应。许多人抱怨说，很难得父母来美国玩一趟，本想着带他们去熊猫快餐品尝一下海外版家乡餐厅的味道，结果却让父母差点吃吐。因此，熊猫快餐从此被别人戏称为假中餐。面对众多同胞的质疑，创始人程正昌这样回应道：别跟我谈什么正宗不正宗，正宗是指能把食物卖得出去，否则就是不正宗。他提到新奥尔良烤翅也是在中国销售，你们可以去问问新奥尔良人，谁听说过他们生产过烤翅啊？事实上，除了口感之外，我们要知道饮食的本质是什么。吃饭是一种形式，如果改变了形式，价格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近年来特别火的中餐日做 omakase， 将寿司盘子改成小盘子端到你面前，价格却能涨5到10倍。我们都知道，中餐的大多数菜品都是装在大盘子里的，因为我们喜欢一桌子有不同的菜可以共享。改了方式之后，即吃什么完全交给厨师做决定。无菜单，厨师根据当日食材即兴发挥给你做菜，只是日料换成了中餐。但美国人不一样，所以很多美国人吃中餐的场景就变得搞笑起来。居然一个人吃一条鱼，但又吃不完，对我们的菜品充满疑惑，让我们啼笑皆非。正因为饮食文化的差异，美国人一直将中餐定义为低端食物，认为不够卫生。因此，熊猫快餐开始思考如何将我们这一大盘菜转换成小份的，让每个人既不会发生口水交流，又能品尝到不同的口味。于是，熊猫快餐巧妙地创造了预制餐盘的概念，将预先煮好的菜装在一个非常大的盘子里，我们只需要盛取想吃的小份到快餐盒中即可。现在，我们所有的美食广场中都可以看到大量采用这种分食方式的中餐。但是，这在当年，这绝对是一个超级创新呀！可以这么说，如今我们看到分食方式的所有情景，实际上都是源于当年熊猫快餐的发明。不仅如此，熊猫快餐还教会了美国人如何使用筷子。程正昌发现外国人在用中餐时特别尴尬，一方面，他们对这东方文化非常好奇，想尝试使用筷子；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使用筷子真的很困难。于是，他直接创造了一种筷子和叉子的结合体，让美国人可以轻松的使用筷子和叉子，把它们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解决了这个问题后，美国人对中餐的印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发现中餐不仅好吃，而且很有趣。但这还不是全部。熊猫快餐可能从麦当劳那里得到了灵感，于是在每个快餐盒中都赠送了一个幸运饼干。当你吃完饭后，你可以把这个幸运饼干当做餐后点心。它不仅好吃，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不同的纸条，背后写着不同的吉祥话语，使人们永远保持开心的心情。可以说，这不仅提升了就餐的格调，还带来了情绪的价值。中餐在海外市场难以打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服务和出餐无法标准化。中餐的制作方式事实上相当的困难，我们惯用的食谱上的指示常常是少许盐、少许味精，这给人一种解谜的感觉。
对于许多注重口感的中餐馆来说，主厨是他们利润的主要来源。一旦更换主厨，顾客很容易察觉到菜品的变化。开过中餐馆的人常说，他们不怕生意不好，却害怕主厨发脾气。当主厨生气时，要求涨薪水，也只能嘴上笑着答应。熊猫快餐之前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但幸运的是，程正昌的父亲是他们的福星。在他父亲经营的饭店里，他成为了主厨，并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然而，他的父亲去世后，整个饭店陷入了困境，因为无人能够做出同样的口感了。对于程正昌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但他意识到中餐过于依赖于大厨这一习惯必须得到改变，否则自己的饭店永远无法扩大规模。因此，他学习了肯德基和麦当劳的模式，开设了熊猫饭店的中央厨房，所有食材均由总部直接供应，每家分店只需要加热即可。例如，他们的陈皮鸡配方就搞得像可口可乐一样神秘。因此，熊猫快餐可以说是领先了时代，提早了几十年前就创造了预制菜的概念。正是这种经营方式，使其快速扩张到100家门店。而且，需要知道的是，这100家门店都是熊猫快餐自己直接经营的。早在40年前，熊猫快餐就发明了一套自动化的饭店管理流程系统，并获得了专利。要知道，当时其他中餐馆甚至还没有开始使用刷卡机，而熊猫快餐已经创造了这样一套系统，可以精确了解用户对不同菜品的反应，并根据大数据控制食材供应。一旦出现缺货，系统立即下单。通过这种方式，熊猫快餐将供应链成本降到最低，最大化了利润，这也是多年来他们没有大幅涨价的原因。目前，熊猫快餐已经在全球拥有2300家门店，成为全球最大的中餐连锁店。他们做对了许多事情，但最核心的一点是，熊猫快餐一直在进行减法。许多人在经商时，常误以为自己的产品适合全世界的用户，想要将产品推向全世界。然而，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用户，实际上产品将失去特色和竞争优势。例如，我们可以看看 Lululemon 是如何在阿迪达斯和耐克之间找到突破口的。他专注于女性瑜伽市场，通过这个细分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市场空间，成功打开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在商业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核心用户是非常重要的。过多地扩展业务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收入。举例来说，全科医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但他们通常工作时间最长，收入却最少。相比之下，眼科医生、皮肤科医生等专科医生工作时间较少，但收入却较高。类似的，许多中餐馆的菜单都非常庞大，可能有100多种不同的菜品。他们误以为消费者有各种各样的需求，逐渐将菜品加入菜单中。然而，在当今世界，这种增加的策略已经过时。只有找到用户的核心需求，不断进行减法，将产品尽可能简化，并精细化目标用户，才能找到新的机会和商业思路。熊猫快餐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多年来只有10几个菜品。很多经常去熊猫快餐的顾客都开玩笑说，他们能背出整个菜单。在海外经商的华人老板们常常承担着各种角色，他们不仅是老板，还是救火队员、生产员、销售员，甚至会计。他们一年365天都在忙碌，但最终发现自己没能赚到多少钱。原因在于他们承担的工作过多。在当今商业世界中，少即是多。如果你也想轻松地建立自己的简洁商业系统，你们可以找我来一起咨询讨论。希望我的视频案例分享也能让你们在不经意间学习到一些创业与商业思维。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与我们未来一起共同成长的机会。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